Hello，大家好，我是 Julian 朱利安今天呢就只有我，对，今天呢算是我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我的爸爸经。今天这一节节目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用听的就好。那如果是 YouTube 的观众呢，我想这个画面可能会比较单调一点。那也借这个机会分享，然后我们从暑假开始呢，重新开始更新了我们的这个 YouTube 的内容，然后试着用一些 AI 的工具来制作一些小卡通哦。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我也发现，哇，这个真的是不太容易。虽然现在 AI 已经很方便，已经很进步了，但是呢，短短的5分钟的内容，对我一个人来说，在制作上还是有很多的小细节是蛮有挑战的。例如说，我们有了这个脚本，有了故事脚本之后，要完成录音，那接着呢，要产生这个所谓的画面分镜图。那这个 AI 现在已经做得蛮好的，就是能够维持这个角色的一致性。可是呢，在把图要生成影片的过程之中呢，在目前的 AI 技术上面还是有蛮多的挑战，它可能会出现一些不稳定或预期之外的画面，所以有时候一个画面卡关就要花蛮多时间的。所以呢，其实原本今天这个我现在录音的时间是2025年的7月11号。今天原本预计呢是要安排这个我们金鸡计划6周年的节目，那但是因为这个进度上有一点卡关，然后主要是因为加上我昨天参加一个录影的访谈节目那有聊到关于这个金鸡计划之外的一些教育理念，那我觉得这个在节目上呢我并没有很充分的去讨论，所以我想也借用这个机会来补充分享一下在教育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些小小的心得，那也作为我们希望能够维持1个礼拜一集节目上线，然后定期更新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今天的节目呢稍微不太一样大家可以当成这个朱利安老师的自己的爸爸经或者是妈妈们当然也欢迎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来跟我们交流分享。好，那关于金鸡计划我们今天就不多做介绍了因为这个是我们一直在推广的一个理财的概念，那如果是今天才第一次接触到或者还不了解的朋友呢，欢迎来参考我们的讯息栏，我们会提供这个金鸡计划的连结我们有一集影片有非常详细的说明，那当然也欢迎大家期待我们下礼拜的这个节目顺利的上线关于金鸡计划的6周年。好，那在金鸡计划之外我还是先补充一下，就是为什么要推广金鸡计划。其实主要的原因我常常说这个金鸡计划大幅的降低我身为家长的一个焦虑。那我自己在求学的过程之中，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一个老师他给我们的观念就是念书就是为了考试，因为你要考好分数才有好学校，好学校以后才能找到好的工作，那可能才有好的收入所以基本上念书就是为了以后有好的薪水，好的待遇，可能有好的生活，这是一个单一的途径。可是这一条公式其实不见得适合每个人坦白说，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班上以前学生时期班上每次考前3名前5名的是不是就是固定那些人？对，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是学霸，不见得每个人都适合这条路线。但是我们推广的金鸡计划呢，可以让孩子就算不是学霸就算未来真的不是高薪的工作，但是只要你能够有正确的理财观念，也能够有机会财务自由我想这个是我们推广金鸡计划的一个核心精神。那有了这个观念之后，我觉得就确实也能够大幅的降低身为家长身为爸爸的一个对孩子未来的一个焦虑。但是呢，在这个之外，其实我发现也还有另外一种焦虑是什么呢？举例来说，像这个暑假以前我们的暑假是这样，我跟太太我们就会想办法把孩子安排他们的暑假参加营队，或者是如果在家的话呢，也会规划他们每天的一些生活作息或行程表希望他们不要太放松太耍废。那今年我就做了一个不一样的尝试我希望让我孩子自己来学习管理时间，所以我把行程表留白，那给他们提醒应该要做的事情有哪些选择，然后让他们自己来安排时间，找他们自己要做的事情，然后自己记录。那坦白说，这个实验我也不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但是我期望的是在这2个月他们能够学习到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那他们自己怎么运用，怎么去管理，那这个结果就会变成什么样就像我们的金鸡计划一样其实
养金鸡母需要时间累积，每天66块，可是它需要长时间的累积。那我觉得投资孩子的能力，我们在课堂上常常提醒孩子，其实现在这个阶段青少年或小朋友们可能没有太多的金钱可以去做所谓的金融投资啊，买股票啊，买基金啊。可是呢，孩子有最多的就是时间，而这些时间的投资其实就是影响到我们未来的能力的养成，我们的发展啊，甚至于就是刚刚讲的你的工作的选择，其实就都是有关联的。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其实我也发现到我可以简单的把它分成一个4象限。从家长跟孩子的一种特质来做一个区分。那家长呢就可以分为第一种叫做高介入的高介入型的好了就是类似所谓的虎爸虎妈，就是比较高压管教或者是会给孩子压力或者给孩子安排规划的比较积极型的。那第二种呢就相对的是比较低介入的简单来说就是放牛吃草。那刚刚那种高介入积极型的就是虎爸虎妈。那以我自己来说就发现我自己是比较属于第二种。我希望放牛吃草，因为我觉得学习就是自己的事情，如果你找到有趣的事情，你自己就会愿意投入，愿意花时间去研究去了解它所以好像不太需要别人一直在push 你，在压迫你。那如果别人以我自己的经验如果别人一直逼我，我的爸爸妈妈一直逼我做什么事情，我反而会觉得很反感。好，所以呢这就延伸到那从孩子的观点，我们也把它分成2种第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自律型的，然后而且他可能也是比较可以接受这个所谓的高压管教的所以呢如果这样的孩子他遇到了刚刚讲的这个虎爸虎妈，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像这个日本的很有名的传奇职棒选手铃木一郎就分享说他的父亲从小就开始给他这个很严格的训练，那所以就是我们讲的虎爸虎妈的类型，然后孩子本身也有一定的这个接受，然后跟自律，那所以成就了他现在这个很惊人很伟大的一个在棒球上的一个职业成就但是呢如果这种虎爸虎妈遇到了一种是比较被动型的孩子就是所谓低动力的，或者是像我刚才讲的不太喜欢被管教的，那这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冲突或者是一些高压的反效果。对，那相对的呢，如果是像我这种放牛吃草型的家长那面对2种不同类型的孩子呢，如果是遇到第一种，就是我们讲的比较自律的，比较能够愿意接受这个管教的他比较有机会去找到他自己的一个自由成长的一个热情，就是我们希望说他能够找到他自己有兴趣的，甚至是他的天分甚至有人说找到他的天命，哇，那个真的是我们理想的目标。但是有一种最可能是比较高风险的情况，就是家长本身是属于低介入，就是放牛吃草的，然后呢孩子又是属于比较被动的或者比较低动力的这样的孩子的时候，那双方都没有动力，那这个真的就会从这个象限图上来看就会相对的比较危险一点。好，所以以上呢是我们针对这个家长的管教风格还有孩子的一个学习态度呢做了一个简单的4象限的一个分享。金鸡计划的精神当然是希望能够借由理财的观念，理财教育的养成，然后帮孩子搭建一张这个退休的财务安全网。那并不是代表说有了金鸡计划之后我们就都不需要学习，都不需要去这个成长了就可以耍废了，并不是这样。就是说我虽然不是一个在意成绩的爸妈，可是不代表我不关心孩子。那事实上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尝试例如说也曾经安排过很多的才艺课，其实也是希望让孩子能够去探索，去试试看，找他们自己喜欢的方向。那像孩子现在我2个孩子，一个现在是国中阶段，一个是国小阶段，那也慢慢进入青春期了那开始会思考未来自己想要尝试的方向。所以例如说有一阵的孩子想要做这个律师，我们也就带着他真的去访谈律师的朋友去认识这个比如说商务律师跟诉讼律师在工作上有什么不同。那可能这一阵子又说对这个传播大众媒体有兴趣，那我们也就会尽量找机会去引荐一些相关的人脉，去做一些访谈，去了解认识这个行业或者这份工作未来的发展。所以呢在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只是不在意成绩，但是并不代表我不关心孩子的未来。所以看到孩子在放假的时候有时候在家里耍废，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焦虑虽然已经没有
这个在没有有了经济计划之后，当然就是降低了不少在金钱财务上的这个焦虑了。但是对于孩子的能力呢的投资，其实我也是很重视的。只是说我也发现这个东西可能比经济计划更需要耐心因为经济计划毕竟在逻辑上在概念上它是比较可以看得见的，我们可以用数学公式，用这些投资的回测的数据，可以有一个方向，有一个概念。但是孩子的能力的投资这真的是没有办法马上立竿见影的，你没有办法像这个股市的 K 线图股市的财务报表这样马上就可以看到结果所以当孩子表现出这种低动力的时候其实难免还是会有一些焦虑。好，那这边呢稍微岔个题来分享一下，就是从经济计划的角度怎么来看补习这件事情。当然如果是这个家庭资源预算很丰沛的家庭的话，基本上大概就不用做这样的考量。但是我想对大部分的家庭这个预算是相对有限的。那到底我们是要帮孩子安排补习，还是做什么样的规划呢？这边有一个数据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曾经看到一个统计就是说台北市的家庭平均每个月在教育支出上面的投资例如说这些安亲才艺啦或者补习大概是每个月1万块。那如果一年就是12万，所以呢我就去做了一个试算就是如果我们把孩子从小1到12年级毕业这12年来总共144万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投资。如果说我们有心脏大颗一点我们就今天就放手让孩子不用补习了，不用这个去安亲了，我们就把它拿来投资我们的金鸡母。那么参考历史的经验大家知道吗？这只金鸡母就这12年这144万之后就不用再投资了。那么放到孩子退休的时候，它有可能长大到2亿5千万的规模。如果我们以一般人25岁到65岁，我们就估计40年的一个工作生涯，然后我们平均年薪就用200万来估计。所以换句话说，在整个工作生涯里面，你可能会得到8000万的这个所谓的薪资工作收入当然你可以高估一点，或者根据你的实际状况来调整，提供给大家思考的另外一种教育投资方式那我也不是说一定就不能补习或者是安亲就不好，因为这实际上当然很多家庭有这样的需求，而是只是提供大家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评估就是特别是当你在预算有限的时候，你的这个选择，你的这个安亲或补习的选择是不是能够真的帮助到孩子的未来我觉得可以有一点不一样的讨论。好，所以刚刚呢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个四象限的观点我觉得如果今天收听收看的是家长朋友或者是老师教育工作者，其实你也可以思考看看，您在这个教养之中，您自己是属于哪一种是虎爸虎妈呢，还是像我一样放牛吃草呢？然后孩子的个性又是属于哪一种是比较属于自律型的，还是比较这个低动力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去斟酌调整我们在教养上的一个互动方式。那大家也可以想想看，就是对你来说，你是更在意这种短期的成绩，还是长期能力的培养？那么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你会怎么去分配这种教育跟理财上面的资源规划呢？讲到耍废这件事情我想补充一下啦，就是当然看到孩子耍废，我自己坦白说也会焦虑，可是我也会提醒自己就是我们的大脑其实天生就是一个爱学习的器官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打坐或者是冥想如果有类似的经验的话，你会发现一开始要让自己的脑袋放空，什么都不想，真的很不容易不由自主的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念头跑到我们的脑袋里面去或者有些朋友会说那你这个金鸡计划孩子是不是有了金鸡之后就不用担心他就可以整天耍废我觉得倒也不是这样，因为我相信的是也许他会有一段需要摸索或潜伏的时期我们的人的天性就是会想要找事情做，就会想要去找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经济计划换个角度，它是提供了一个财务上的支持，或者是安全网，或者是保障。那特别是对于那些真的还在迷惘，还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的孩子，他可以有更多的空间
也许表面上看起来是耍废，但是实际上可能这也是在一个过程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那重点还是在于说，家长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引导、去互动用逼迫的，你的孩子是不是能够接受这种高压的，还是说要怎么样是试着去引导、去激励他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也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就是身为爸爸妈妈我也很希望来听听大家的不同的经验分享。刚刚这个部分呢，是针对耍废这件事情跟我们的大脑科学做了一个补充，就是我相信耍废只是暂时的，那只要孩子有足够安全的环境、足够的信心、足够的时间，他还是有机会去找到自己的热忱，找到自己的舞台。只是我也想要强调，就是说这个能力上面的投资，能力上面的复利，我觉得这真的是比金鸡计划更难就是它不是一个立竿见影，不是一个你今天做了也许就有一个这个试算表马上可以帮你试算出孩子能力未来的报酬率是多少或者是他可以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专业或成就，那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只能说我们就是努力的陪伴我也是在努力的学习怎么样跟孩子可以一起共同的成长。好，那今天聊了很多可能有一点这个分散那希望大家也能够从中有一点收获了那最后我想整理3个心得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说不在意成绩不代表不关心孩子那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给孩子足够的空间，然后让他对他有信心相信他会找到自己的舞台，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孩子的爱。那第二种呢，第二个提醒或第二个分享，我觉得就是像刚才讲的这个对孩子的这种能力上的投资我觉得这是需要更大的耐心，是更漫长的复利。它不像这个金鸡计划马上可以看到这个投资报酬率跟金鸡的成果，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投资之下，我觉得这可能才是孩子真正一辈子最大的资产。所以第3个也是自我的提醒跟大家的分享就是说有时候可能陪伴还有探索会比我们主动安排更重要，就是不急着把所有的时间塞满，给他们一点耍废的时间然后呢他真的也许才有机会去画出自己的人生蓝图。好，那今天以上的节目呢就到这边那也非常欢迎这个各位爸爸妈妈或老师们或者是同学们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或者类似的经验，都非常欢迎你留言跟我分享。最后呢还是再次提醒大家，欢迎帮我们订阅按赞，然后记得开启小铃铛好，我们下次见，拜拜。